公元前771年，周王朝的都城镐京被来自西方的犬戎攻陷。姬公生，这位一生崇尚爱情的周天子，在呼吸停止前的一刻，也没有想到，为了博得眼前美人的一笑，他付出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，还毁掉了一座城市，葬送了一个王朝。骊山脚下的连天烽火，如同一位孤寂的舞者，独自在空中摇曳，遥望着那座已经覆灭的王都，同时也宣告着一个礼乐天下的结束。不过，已经雄居华夏275年之久的周王朝，在这场可怕的劫难中，并没有灭亡，而是东迁到洛邑，开始了新的统治，史称东周。古老的中国大地，自此迎来了500年的动荡岁月，而中华民族则在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中，从童年走向了成熟。2500年前的终南山，在万籁中一片苍茫。一天，一位叫尹喜的中年人来到了这里，打破了终南山守护了许久的宁静。尹喜是东周王庭中的一名大夫，时任函谷关官令。此时的东周王朝经过200余年的苦苦挣扎，已变得孱弱腐朽。混乱的朝政让尹喜心灰意冷。公元前517年，他离开函谷关，来到西方秦国的终南山中避世归隐。在一片地势绝佳的山路上，尹喜搭建了一座草楼。他将尘世的烦恼都抛诸身后，感悟着天地交融的灵气，陶醉于兴起兴落的无穷变化。如果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，恐怕尹喜的一生都会自得其乐于楼观的天地之中。这是一个初夏的凌晨，在隐隐的雷声中，尹喜看到了从未见过的绚丽景象。东来的紫气让尹喜大惑不解，因为熟知天象的他知道，紫气象征着圣人，天上的异象预示着会有不凡之人将从东方行来。而这位圣人会是谁呢？尹喜的心中没有答案。为了迎接来自东方的圣人，能够当面聆听他的教诲，带着满心疑惑的尹喜结束了隐居的生活，从终南山的草楼回到了自己的任所函谷关。尹喜日夜守望在关楼之上，期盼着圣人的到来。一天，霞阳西赤，满天红紫。
一位好守白须的老者从东方来到关前。尹喜心中知道，他等候的圣人到了。这位老者就是后世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道家思想创始人老子。根据当今学者的考察进行推测，公元前571年，老子诞生在涡河北岸的陈国象地，也就是今天中国河南省和安徽省交界的地方。据说，老子本名李耳，他的几代祖先都是贵族，曾担任过各国的史官。这样的家庭背景对老子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帮助。幼年的老子聪颖好学，举止言谈中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沉静。据古籍《高士传》记载，一天，楚国的大学者商容来到老子的家乡，发现了气质独特的老子。于是商容便收老子为学生，为他开启了一扇通往智慧的大门。这是老子人生的起点，为他瑰丽而波澜壮阔的将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公元前557年，15岁的老子为了能够得到更高层次的修习，开始了游学生涯。老子从家乡来到东周王朝的国都洛邑，在老师商容的推荐下，老子顺利进入周朝官办的学校太学。太学是当时天下的最高学府，汇集了许多学者贤人，治学严谨而开放，思想通达而自由。伴随着洛邑城里的晨钟暮鼓，老子的学业日益精进。公元前547年，老子在东周王庭中担任守藏使一职，地位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国家档案局局长，掌管天下的图书典册和重要文档。浩若烟海的典籍和先贤著作，让渴求真理的老子如鱼得水。他阅读了大量的古代书籍，使自己的内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。在这一方斗室之中，老子以书为伴，一待就是数十年。作为一名精通礼制的学者，老子最初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周王室恢复王权，让整个国家回到礼乐统治天下的时代。但是此时的周王室能够找回失去已200多年的荣光吗？看着钟情于歌舞美酒的周天子，老子心中矛盾地期盼着。公元前520年，周景王姬贵宴请晋国大臣姬谭。在觥筹交错的席间，周景王借着鲁国进献来的酒具，向姬谭索要起晋国的贡品来。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姬谭竟然以晋国很少接受过周王的赏赐为理由，拒绝了周天子。
关于这次宴会，也许只是周景王无数宴会中最为普通的一次，但是他却让负责记录周王一言一行的老子，对振兴周王室的幻想彻底破灭。自觉失了颜面的周景王气愤异常，他列数了王室赐给晋国的器物，讽刺世代掌管典籍的集团是数典而忘其祖。堂堂周天子不思进取，向诸侯们乞讨度日，王朝的威望已一落千丈，不可挽回。一个怎样的法则，才能够真正使土地变得宁静，使人间变得太平，而生命的意义又在何处呢？在一片迷惘中，老子开始了对天地间真谛所在的探寻。有物混成，现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目。吾不知其名，子之曰道。道的诞生，让古老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一道理性的光芒。这是东方文明在思想文化上的一次大觉醒。此时的老子，因其独创的道家思想，以名闻遐迩，声播海内，被天下人尊称为智者。不过，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，就是智者也不能改变其命运的坎坷。公元前516年，周景王驾崩，王子姬猛与王子姬朝因为争夺王位的继承权，在王室内互相搏杀。经过一番血腥的战斗，王子姬朝被逐出了王宫。不过，不甘心失败的姬朝，为了报复将要继位的周天子，他洗劫了周王朝中最为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。一大批保存了数百年的周朝典籍被抢掠一空，随着逃亡的姬朝一起流散到楚国。这是周王朝自迁都以来最为巨大的劫难。数个世代积攒下的文明记载，连同周王朝那残存的辉煌一起，荡然无存。空空如也的守藏室，仿佛掏走了老子对周王室的最后一点眷恋。老子知道，守藏室毁了，他与周朝的缘分也尽了。众人熙熙，如享太牢。如春登台，我独泊兮，其未兆。史记上记载，老子居周9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
一个孤独苍老的身影，沿着邙山南路往西边行去，离开了中原故土，从此不再回返。当尹喜得知顺子气而来的圣人就是名闻天下的老子时，心中不胜欣喜，因为尹喜知道，如果能够得到这位贤者的指点，他将会解开心中所有的困惑。但老子对尹喜的求教不置可否，尹喜心中十分焦急，因为他知道这位老人即将隐世，聆听智者的教诲，只此一次，不容错过。不过，一个偶然的事件，让尹喜的问道之心有了转机。由于离开洛邑过于匆忙，老子忘了带官牒，依照周律，没有官牒不准过关。这正好给了尹喜一个绝佳的机会。《史记》记载，官令尹喜曰：“子将尹矣，强为我著书。”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义5000余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终。从《史记》描述的内容来看，尹喜似乎是在强迫老子著书。可是从5000言《道德经》的一字一义当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这种至高的境界，必定是在最愉悦的心境下一气呵成的，哪里会是被逼出来的呢？让我们大胆地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。先生认为道是一切万物的本源吗？道生于混沌元气，元气产生阴阳，阴阳混合成万物，它们既无形存在，而又按一定的法则运作，绵延不断，无穷无尽。先生乃当今大圣人也，圣人者，不以一己之志窃为己有，必以天下人志为己任也。今先生将顿世，求教者必难寻矣。何不将先生之志著为书？喜虽浅陋，愿弃官求学，追随先生。公元前516年的一天，正式辞官的尹喜悄悄离开了函谷关，他与老子向着自己曾经结草为楼的终南山西行而去。从这时起，终南山与老子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也注定了终南山与中国道文化相交相融的历史宿命。关于老子对终南山的第一印象，我们今天已不可得知，但我们不难去猜度。来自平原地区的老子，在面对这片巍峨雄奇、连绵不绝的大山时，心中那激荡汹涌的澎湃之情。这里常年云雾缭绕，若隐若现的山顶让老子产生了无限的遐想。
那一排排层峦叠嶂的巅峰，或许就意味着自然的高远致敬。在与天相接的绝顶修身问道，才是自己最终的理想。公元前516年，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年。而位于终南山由尹喜所营造的楼观，也注定要成为世界文明史上最值得记忆和追寻的地方。2500年前，终南楼观上那一盏光艳暗淡的青灯，将注定成为照亮人类理性文明进程的不灭光焰。伴随着终南山中那飘忽不定的山岚雾气，老子书写下那足以令后人敬仰与骄傲的第一行字：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